旧金山是一个我个人能想到唯一一座不论人们对待它做了什么，却依然能够保有它美丽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美国建筑师法兰克·洛伊德莱特所讲的。但真的我个人还是对旧金山存有非常大的好感的，尤其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我们搭游船的时候就准备过了所以呢，这大概是很多人造访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景点，每年估计有4000万辆的车，听说呢就经过了金门大桥。如果把地球的钢筋水泥倒出来，他听说可以铺满从纽约到旧金山有长达的4000公里长、1.5公尺宽的一条道路，建于1846年，花了斥资3500万美元。你会觉得3500万美元那我做这，但是它是在18世纪就所建成的，完成了这一座桥墩呢。OK， 那我们金门湾游船呢，当然就前往这个地方。这个船行呢就开走啦开走之后呢，我们去看看金门大桥。看看金门大桥呢，我们还可以顺道游览一下恶魔岛。哎呦，这个恶魔岛呢，通常呢，我个人是觉得啦还不错啦下一次呢，我来精心安排一下好不好？上恶魔岛让大家了解到真正的恶魔岛每一次的行程都给你们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都给你们一点不一样的感觉，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架杠的 BC 来，那今晚呢，船行呢就慢慢开往哪边？开往了金门湾，看看这个海港，看看整个旧金山，再看看恶魔岛台湾曾经有吴宗宪开过的恶魔岛餐厅有没有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真正取自于美国闻名全世界恶名昭彰的恶魔岛这个关了重刑要犯关在一个独立的岛上，你想要游出来都很难所以你逃狱，你能逃去哪？这就是重点了。美国最恐怖监狱的真面目，一年四季都有很多人来这边看当然呢，现在已经退役啦。近距离的看，你就能看得到岁月与海风留在恶魔岛上非常明显的痕迹。哇，你知道吗？前面那个叫恶魔岛，恶魔岛的旁边呢就叫天使岛，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有没有相像两个岛之间只有距离2英里，航行大约20分钟，你就会来到了这个令人闻之丧胆的恶魔岛。而这个恶魔岛作为联邦监狱29年，由于联邦监狱的花费较高，再加上海水中蒸发的盐分不断侵袭了这个岛上的建筑物，因此当时的检察总长Robert 在1963年呢下令将联邦监狱关闭。隔年3月，恶魔岛被美国的原住民的激进分子占领，抗了一些美国印第安人相关的联邦政策的他的不平等。那这些原住民呢，抗争的时候就坐在这个恶魔岛上2年，要求这个岛上的设施啦，建造教育中心啦，在岛上你都还可以看得到印第安原住民留下的监狱斗大了红色的字写着呢 Indian Welcome， 这也就是他的过去
那在这边呢，你上了这个监狱的入口之后呢，在恶魔岛成为监狱的29年以来，一共有14起，分别有36名的囚犯参与了逃狱的计划，其中23个用抓的来，6个被射杀，2个溺水而死，剩余的5名呢失踪，失踪就是死掉了嘛那在这边呢，有一个逃亡的故事，一名囚犯被关在恶魔岛一阵子，想着要如何的逃狱，他使尽力在恶魔岛内表现优越终于让他在恶魔岛里面得到了一份洗衣服的工作。每天在洗衣服的时候呢，这个小偷呢便偷了一小块狱卒的这个布料几年后，他将偷来的碎布拼凑成一套完整的衣服。在某一个晚上，他成功的换上了这套衣服，来到了码头旁边，搭上了渡轮。这名囚犯正准备要庆祝得来不易的自由的时候，没过把顾，他发现完了。那是上错床，他是上错船了。他搭上了渡轮呢，不是通往自由岛的自由的 San Francisco 旧金山，而是前往军事要塞。军事要塞是哪儿？恶魔岛的旁边就是军事要塞天使岛。想当然呢，登岛点名天使岛的时候呢，就被逮了蠢也没那么蠢的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其实在美国监狱非常非常的多美国这个堪称全世界最民主的自由国家，它的监狱到底有何其的多？美国它有3亿多的人口现在你知道关在牢笼里面的监犯就比13亿的人口呢还要来得多所以呢，很多人不了解许多美国的囚犯都是因为受到惩罚而入狱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跟美国一样有如此之多的犯人长期就关在牢里。美国呢，目前拥有220个囚犯，位居全世界最多的囚犯之国的宝座。尾随其来的国家当然就是中国啦、俄罗斯啦，人多嘛，关的人也多，所以美国是一个很讲究法律的国家，动不动就来谈法。那美国如此大规模进监的这个现象呢，已经是罄竹难书了那联邦监狱的犯罪人口呢，在1980年到2013年之间呢，它甚至以惊人的速度，用700%的速度来成长这些数字只是证明了部分的事实美国采取了一种先进国家避免的叫做严酷的正义，就是强制性的最低惩罚。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审判前长时间的监禁，跟繁复的青少年犯罪审判程序，就连最轻微的一个罪，例如持有毒品，也往往呢在不同的州有不同的判罪方式，被判处在长期的监禁，的导致美国的监狱人口数量相当的惊人，每10万个美国人就有700多个人去坐牢哇塞，这比例高吗？恶魔岛当时呢，在它的历史上只有逃脱5个就是不是逃脱5个，就是有5个呢，他是怎么样下落不明然后呢失踪的，其实呢其中的一个他被写成了电影来拍摄，那部电影也就叫做《恶魔岛》。恶魔岛监狱被认为是绝对不可能逃离的，许多的囚犯试图越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在悬崖峭壁跟冰冻的水域环境然而在20世纪到60年代，3个罪犯打破了这个记录，该案至今未破，直到最近才被这个 FBI 把这一件事情的全貌拿了出来。这3名越狱的犯人呢，他就成为了传奇。恶魔岛的监狱建于1860年，军事堡垒跟监狱是美国最可怕的其中一个地方之一。一个位于旧金山海岸的岩石岛，被冰冷的海水，还有呢，悬崖峭壁的包围。这旁边旧金山的海水是非常的冷有人说，一旦有人犯罪被关进了恶魔岛，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如何的逃脱。据一位在这边工作了20年的狱警说呢，在这边呢，尽管多次尝试，却从来没有人越狱成功。而在历史上有5名是失踪的，其中有3名叫做 Frank、Anglin 兄弟党，他呢就是神秘的消失了这个就被写作记录了一个高度智慧的犯罪，他在这边呢因为行窃被关到了这里来多次越狱失败之后，到后来竟然呢就怎么样，凭空消失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牢房里而呢，
到后来发现他走的地方是哪里？是从通风管道走掉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我觉得当一个国际的旅游人呢，抛开很多的成见，抛开很多的禁忌，人生就应该百无禁忌的在全世界各地去旅游，去开拓你的视野啊。别让太多的东西呢束缚住我们的思考，别让太多的东西呢绑住我们的手跟脚，对吧？这也是另外一种旅游带来的意义。所以我说，旅游带有那么一丁点的冒险性啊。少年时啊，其实哪有人教你人生怎么过啊？没有人教你嘛啊，没有人教你该做什么嘛。所以很多的时候呢，都是自己懵懵懂懂哦，自己去拼，自己去弄啊，那样龟心龟胸，这也是一种冒险嘛，对不对？曾几何时，年少时候的你们敢冒险，但是那你会多说不敢冒险，所以找回你们这个冒险的精神啊，继续探索这个未知而美丽的世界。我相信全世界很多的这个渔人码头可以说是以旧金山作为一个地标而发展出来的。旧金山的渔人码头已经红好几年了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它有复合式的商店，但重点除了这里之外不只是39号重点在这里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现在看的都是新城区其实你应该绕过去看看另外一个旧金山马哥哥这个附近还有一个它很明显的地标就是那个远远的螃蟹。为什么？因为渔人码头最著名的也就是它的螃蟹。哇，我想起来都还会流口水它的螃蟹非常好吃所以来到这边有机会品尝一下渔人码头的螃蟹，我们竖起赞那从这一条路一直往下走呢，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在渔人码头常年居住在这边不用付房租的什么海狮海豹然后走过去呢，阿北搞你就听到它的叫的声音，也代表着渔人码头旧金山它天然独特的地理环境。所以说啦，我很喜欢，再来多少次我都觉得 OK 的。哇，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旧金山是一个外海城市，码头淡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咱今麦来到是39号码头，这嘛是旧金山渔人码头最著名的一个景点。旧金山的渔人码头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区块。一般来说，从35号码头延伸到巧克力广场，再往前到渡轮大厦，虽然也有许多码头，但这里仅止于码头，观光建设几乎是没有的。所以相对之下，在39号附近包含了渔人码头那一个 mark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包含这边的停泊在船港口的游艇呢、海鸟呢，哇哦，
海豹啦，太多了啊，太多了啊！你看了这些永远都住在这边呢，好像已经世世代代定居在39号码头了。尤其是这里的螃蟹非常有名啊，所以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玩艇呢，从一刚开始呢，在夏威夷就开始拍螃蟹啦啊，拍到这边来哦，这边的旧金山的这个渔人码头的螃蟹真的哦，有机会可以来品尝一下。科伊特塔这个是为了纪念这个消防局的一个打火兄弟所建的一个科伊特塔现在旧金山呢，夯得不得了啊！包括 Apple 的总部啦，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这个越来越多的经济华人等等的都聚集到了旧金山，所以现在的旧金山的这个房价吓人的贵啊，非常非常吓人的贵啊！这些科技新贵呢，不呢，全部都涌入到旧金山这个地方来。旧金山是北加州与旧金山湾区的核心都市，这里的艺术家、作家、演员、科技公司等等，所有的一切都聚集到了旧金山。现在旧金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哦，真的非常。很多人说呢，要在旧金山住房根本就住不起啊。那20世纪跟21世纪初，一直是美国嬉皮文化跟近代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中心之一。旧金山也是联合国的诞生地。旧金山最受旅游的项目，它其实呢夏天很凉爽哦，所以你夏天来到旧金山，你会觉得蛮舒服的。它这里多雾、丘陵地形、混合的建筑风格，金门大桥、缆车、恶魔岛、Chinatown， 哇哦！现在我们来到了九曲花街。九曲花街位在旧金山这个地方哈，这条不长却非常具有特色。提到它就让人想到了旧金山，它也是旧金山最吸引人的街道，原名呢叫做伦巴底街。九曲花街号称旧金山最陡峭曲折的街道，更有着世界最弯街的美名。金门大桥则是旧金山最主要的地标，目前也是世界上第4高的悬索桥。所以呢，来到九曲花街，我们就可以来到了这个坡道40度，因为有时候交通过于繁忙啊。旧金山的公共事业局为了维护行车的安全，建立了8个 U 型的弯道，两旁的居民呢，因为热衷在每个弯处而种植了鲜花，甚至沿街种满了绣球花跟玫瑰啊。而且呢，这里除了沿路种满了绣球花跟玫瑰之外呢，同时街上还拥有了9个 Z 字形的弯曲道，所以你知道啦，它就被称为九曲花街啦。在春天、夏天百花齐放的时节，美不胜收。九曲花街走路、开车大不相同，许多的观光客选择了旧金山极具旧金山特色的缆车，坐到了九曲花街啊。那其实啊，我就说过，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你到了夏威夷啊，你可以去了大岛，可以去住了地的拍摄地，可以再坐加长里车来到了旧金山，你可以多待1天，开个车从上面下来，或者是坐旧金山的叮叮车哦。
这些都是极具特色意义的。但是第一，时间要长；第二，费用会变。我就说，其实我每一次总是会觉得好想去推展一些我觉得非常道地的旅游行程，但往往这些道地的旅游行程呢，不一定能为市场上所接受哦。所以有时候你也不能够太曲高和寡了啊。有时候时间到了，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推得出来了，对吧？没有坐电车，用走的其实也很棒哦。这里的房屋大都属于维多利亚的风格，一定要走上我这一段九曲花街，也是部分旧金山知名的官邸所在地。从这里还可以眺望到旧金山的海湾大桥，你看整个坡道一路延下去。所以九曲花街最好的是什么？车子开到上方，从上方的我们走到下方去这是最棒的哦。我每一次呢带所有人来到这边呢，我都是停在九曲花街的上方然后大家用走的走下来走到最底端这样子呢，第一轻松，第二还可以看到整个九曲花街的风景，很漂亮旧金山的美景，我个人非常喜欢旧金山这个城市虽然旧金山，因为旧金山带有一种怎么说异国风情不管是西班牙式的法式的啦 ，Victoria 式的啦，那种感觉都很棒那尤其是这里的海湾，这里的气候，虽然旧金山现在的房价高不可攀，让人惊讶不已，但真的还是让人觉得，旧金山是个非常棒的地方。尤其是呢，它的文化气息呢相当的重。九曲花街也是个单向道，在这里呢，每个小时只有时速8公里，想要开车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开下来的但这个地方呢，还可以看得到金门大桥。魔鬼岛等等，你看这些是什么？因为这些电车你看我知道碗底下在拍什么，虽然他没解释但是为什么要拍那个？因为这些电车要爬坡我们看到的电车都没有，所以它这个电车要爬坡，它那个轨道是高你这样子才能拉上去嘛。所以这个就是旧金山非常著名的电电车、复古电车，坐上这个车子很棒感受一下有没有？这就是它最大的特色了很棒，真的在前往金门大桥的主要道路上这一个区块呢，生活的品质呢非常的明显的。你进来到艺术宫里面，你看到这个环境，你就会知道，包含住在附近的都算是很多的这种高档房子就代表这里呢，也就是非常有名的豪宅区喽。这个艺术宫，一看也知道它其实具有欧洲风格加州旧金山，海港区建在1915年的一个纪念性的建筑上早期呢是为了什么？巴拿马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其实你也在看到欧美国家做规景的咧办这个博览会展览展览的是艺术作品而建造的这个博览会是少数仅存唯一保留在原址的建筑物。艺术宫曾经在1965年重建，那加强了它的当时的耐强的震度除了举办博览会之外呢，当然这个举办博览会完毕之后呢，它就留下来变成了这边的一个地标所以台湾常在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就会有两极化的反应呢。其实不需要为什么？举办过大型活动的几乎都是先进国家这些国家们呢举办了大型活动之后呢，通常第一会带来前潮，第二会带来热潮，第三它还会把它曾经举办过的这个标的物留了下来所以其实在某个情况来讲，也带有一种经济促进的意义，还有历史纪念的意义当时是为了发现太平洋跟巴拿马运河的完工，旧金山在1915年就在这儿举办了巴拿马的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借机呢也展现了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以后浴火重生的旧金山市所以呢，艺术宫是当时万国博览会当中10座宏伟建筑当中的其中一座进来的呢就完全仿照了古罗马建筑跟古希腊的建筑来设计起这一个整个万国博览会。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户外的博物馆一样看看逛逛。虽然艺术宫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当时它的结构呢不够完整，不够坚强原来打算在博览会展览用而已，后来呢为了把它留下来之后呢，这一个呢
就变成了必须要再加强所以他在后来又经过了当时国家拨款了200多万美金，再把它加强，留下了现在的艺术宫。所以基本上你来到了旧金山，都一定会带你来看看这一座当时万国博览会所留下来的这一种艺术作品。历史会留下的痕迹，历史会留下的记录，留下的遗迹，留下所有的一切，对吧？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刻所以其实在每个国家你都可以看得到，不管无论如何它被殖民过的痕迹啦，或者是呢何时何地发生的事情呢，历史都把它写下了记录，了解意思吗？那这些记录呢被写了下来之后呢，当然往往它就变成了将来不管是展览也好，不管是展出也好，或者是让后代子孙去缅怀、去纪念、去反省都好，就会变成这个城市的故事。这很重要。一个国际的都市，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它一定有非常多的故事啊。人家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所以在所有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从古早时期的《三国志》也好啦，《西游记》也好啦，是否都是有神话故事啦、历史故事啦、各式各样的故事啦？一个民族要有多样的故事、多样的历史痕迹，才会显现出这个民族性的丰富。旧金山金门大桥，世界上上盖有名的桥啊！这个所在呢，跨越了金门海峡，经太平洋进入了旧金湾的一个门户啊。这嘛是华人最讨喜的红色啊。那但是呢，你刚才咱看是红色嘛，国际上无把这个色叫红色，叫做伽马色。国际局啊，什么意思呢 ？International 什么 Orange 啊，国际橘色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让这一座线条优美、受人瞩目的旧金山大桥出入在所有世人的眼中啊。你在市区远远就可以看得到金门大桥的地标，造访旧金山一定要合拍的地标，游览金门大桥最多、最热门、最多人推荐，在渔人码头，哇哦，骑着这个什么脚踏车骑上金门大桥，歪腰歪腰那我们的旅游团体就是逛一逛就好，不可能走上去这也是金门大桥特别令人动容的地方。OK， 再来呢，我们来到了市政厅啊。那这个市政厅呢，也是旧金山的市政厅。这个市政厅在旧金山算具有比较欧式风格的地方哈。那它在这边呢，也因为经历了这个大道上纪念有功绩的将军铜像有看到刚刚这个一个骑马，那也可以看得到呢，前面呢盖的富丽堂皇 San Francisco 的市政厅呢，建于1915年，毁于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而呢以梵蒂冈大教堂作为蓝本建成现存的市政厅。1989年地震呢，又再一次造成了损坏，修复之后呢，就把这个巴洛克式的圆顶屋盖在上面呢。交响乐、交响厅等等都是这里最有名的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感受到最有名的很多的那个像它的同性恋区块都在这附近，尤其是这里也是常常在旧金山示威活动的场所之一哦。在美国开发到页岩油之前在前10年，油价一直涨甚至飙破了1桶$100，到了120、130都有那个时候的油涨得非常的高在美国也是一样那当时 Toyota 在美国还有 Nissan 在美国就发展很多的电动车，在美国很夯。现在包含连世界上最有名的特斯拉也发展来自于美国。那其实讲到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在美国其实有多大，你知道吗？前面这个最大的同性恋区域，也就是非常有名的旧金山的，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同性恋区块那我刚提到了前面的这个美国到底有多大？美国最初只有13个州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土呢一直往西部拓展，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50个州。这50个州里面含了阿拉斯加跟夏威夷他们通常不被比例的划在了这些地方我们去了一个它不在美国本土的夏威夷，再飞到了美国本土的西岸美国有多大？美国的大，你能想象吗？它有271个多台湾这么大世界强权美国甚至比中国还要大了7个台湾，而它的人口呢，也仅有中国的1/4而已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有的人会说这家那这家故，它有270几个台湾大，你觉得呢？它随便一个地方都是非常非常远的，所以我常觉得去游览一个国家，你一定要非常清楚这个国家的大小。举凡比台湾多的国家太多，大的国家太多了，像中国。对不对？像中国，它的面积呢，光中国也有这个200多个台湾大，印度也有90几个台湾大，所以比台湾大的国家呢，不是说有多少个，是几乎都是很少有比台湾小的。那在台湾，因为土地面积太小，交通过于便利，都把卡的普照，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便利还有呢方便，已经变成台湾人的。好，也变成台湾人的致命伤到哪边只要稍微走个路，很多人就会受不了，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走路？在很多的地方开个车随便来个1-2个小时，就认为为什么开车那么久？但真的没有办法台湾太小，国外太大了。那我刚刚前面讲了美国它的国土之大，它的地理之长所以来到美国。你看它有挂3个旗子这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有旧金山的市旗，有州旗等等的都有所以在美国，国旗什么重要而已全世界各地呢，大部分爱国的国家呢，它呢都会表达出它爱国的情操。那有的国家呢，甚至呢，它还有自己的州旗省旗市旗还会标注在它自己。这一个区域里面，让大家知道来到这边，美国有多大，270几个台湾大。所以你想想看，所以像我常去美国，以前去美国的时候，通常呢路程真的很远我就尽可能在中间找什么 shopping mall 让大家呢舒缓一下那比较感觉不会坐车那么累。但是真的没有办法不管是加拿大还是在美国，它的这个什么旅游的过程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长但是呢，旅游路线虽然长，但是也有它快乐度过的方式嘛。那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就是如果整个团体里面呢，大家就像一家人的旅游，闲话来家谈呢，那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少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啊？所以我常讲啊，乐透是个大家庭，希望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呢，能够跟我们的理念一致，想法一致，这样子我们出来所旅游上面的思考想法落差就不来自于很大的地方哦，那它不会差异太大，对我们来讲呢，旅游起来当然也快乐了很多。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小王，为何你常在电视上唱扬了一些理念？因为这些理念呢，可以把相似的人群们呢带在一起，你知道吗？相似的人群的思考逻辑类似的话呢，他走在一起就会很快乐，就像一家子一样出去。当然，你可以接受我的想法，当然你也可以不接受我的想法，看看这些美景吧。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加州的州政府。这里也叫沙加缅度，是美国 California 的中部，沙加缅度河流域上的一个地方啊。它也是 California 加州的首府啊。那我们会认为说加州的首府在哪？不是旧金山哦，不是 LA 哦，不是，都不是。它既不是 San Francisco， 也不是 LA， 它呢，是独立的一个地方。在很多的国家都这样啊，土地很大的地方，你会发现他们的经济重镇跟他们有特色的城镇呢，其实往往跟政府单位呢是分开来的啊。所以像台湾，很多人说那台湾为什么做不到？当然啦，一个加州有台湾多大啊？那台湾这么小，还分那么多资源被瓜分掉，不可能的事情哦。国土大有国土大的面积，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做法哦。台湾土地太小了哦，所以你说像美国这种地方，它资源要怎么样分配，它才会均匀呢？很难嘛，太大了。所以美国采用了联邦制哦。那在台湾呢，完全是不一样的做法啊，对不对？台湾这么小，如果你要把每一个地方都当作首府来看，我们很得意。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啊，是自娱于人啊，骗人的一种做法啊。所以为什么在美国，他们可以把首府把很多的地方啊，是旧金山、LA 都把它分开来，像什么圣地亚哥等等哦。那现在刚刚看到那个是淘金热啊，金山嘛，旧金山以前也叫什么金山啊，就是淘金热潮，那里呢带有了中国的血泪史啊。那熊也是加州州政府的事旗啊。那沙加缅度，在19世纪淘金热潮的时候，沙加缅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口集散地，也是商业农业中心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它也有留下很多的古典东西啊，是驿站的马车啦、河轮啦、电报啦等等啊。在1849年，在这个地方建立起它第一个城镇啊。那沙加缅度也是来自于西班牙语，叫盛世的意思啊。西班牙人最早抵达了这个区块，给予加州中央山谷跟沙加缅度合起的名字。后来呢 ，Fort Charlotte 发展成市镇之后呢，也变成了沙加缅度的市民啊。那19世纪，奥吉的华侨对于沙加缅度的音译就来自于我们现在念的这一个名称了啊 ，Sacramento 啊。所以呢，这个是西班牙语的翻译。在美国，其实你可以看得到，东岸是属于英法的，而西岸是属于很多的墨西哥的这个语言跟西班牙啊，这在于历史上面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沙加缅度原本是瑞士移民建立的城堡，所以你刚刚有看到那个熊吗？那个熊也就是跟哪里瑞士的伯恩是一样的钢吉家哈。所以你也在了解掉了哈。这个在美国很多的城市痕迹，它留下来的基本上可以诠释一些算是呢。历史的遗迹啊，算是呢欧洲移民的痕迹。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讲的，一个国家它的精彩、它的丰盛，其实很多时候也就来自于这些国家曾经留下来的历史故事，让这个国家更加的丰富了啊。那现在我们一路呢车行就前往哪边呢？前往我们这一趟将要走的国家公园之旅。这一趟的美西，其实除了加夏威夷之外，我们还多了国家公园之旅。我常讲，美国的国家公园虽然路程长，但美国扣除掉美国国土的广大，不像欧洲来的精致、来的丰富、来的有特色、来的有故事、来的有历史。但是美国
人文环境、生活环境跟国家公园的环境，确实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